大家好，这里是 Hacks 电脑课堂，我是你们的会员 Hacks。那上一期呢是给大家介绍了阿里巴巴通义实验室推出的这一款 Mobile Agent 的这个智能体。那么它实际上是演示了一个，就是我给大家演示了手机端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智能体操作。那本期呢是在上期的一个基础上呢，我为大家再演示一下电脑端的一个智能体它是怎么样的操作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案例呢，它其实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它会在 Office 在那个 WPS 办公软件创一个文档，然后呢再写一篇关于阿里巴巴的一个简介，然后在这个 Edge 浏览器中去搜索它的一个这种 logo，然后把它复制到它的一个文档末尾，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这种大家可以简单看的效果。对，它左侧就是不停的在分析，然后右边呢就是它实际已经开始在操作了，就是它创建的文档，然后呢再按照刚才那个指令去做些相应的一个处理。对，它目前已经写了一些关于阿里巴巴的一个介绍啊，这个地方有点小，然后它现在开始去网上去找阿里巴巴那个图片的 logo 了。对，然后他会选一张这个 logo，然后把这个图片复制下来，然后给它再按照要求贴到这个文档的一个末尾。OK，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其实已经执行完了。那我们本期呢，也要带大家实现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对，让电脑自己被那个 AI 去控制。因为我电脑的配置的话呢，可能就是稍微没有它那么高嘛，就我显存只有16个G，所以呢，我会演示一些其他的一个工作流，但它的一个原理上是一致的。OK，那我们先从头开始吧。就首先呢，我们要确保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WS2啊，就是Windows 里面的一个 Linux 的一个子系统，我这里是24.04的一个版本，对。然后第二步的话可以跳过，因为它会默认自带安装 Git 还有这些其他小工具。然后第三步的话呢，这些其实我都有在上一期节目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看到我上期的一个节目，就是这里已经讲了，就是要把 Miniconda 给安装好，然后呢去激活它的一个配置文件，对，然后就是把那个 Git 这个项目呢，用 GitHub 给它GitHub 这个项目用 Git 给它拷贝到本地，对，这些命令都比较常规嘛，就是也比较简单，这里我就简单的大家过一下好吗？因为我已经做过了，我就不重复执行了。然后在下载模型这一步，大家稍微要注意一下。我这边有试过，因为我是16G 的显卡，所以它最高也就只能跑得动4B 的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最大的是有32B 的啊，就是模型参数量越大，它肯定智能化的水平越高。对，然后在这里，然后我们把模型下载好了之后呢，下载到本地之后呢，呃，我们就去再创建这个虚拟环境。对，这些命令都比较简单嘛。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我也可以把文档到时候发到您的一个邮箱。对，然后再安装一些 Python 的相应的一个依赖。对，就是把这些依赖都给它装好了。对，然后第8步、第9步这些我们可以不用看了，因为这是上一期的一个手机端的一个配置，我们直接来到的服务端。我们首先呢，还是要把电脑服务端的这一些依赖给它都下载好。那我和大家看不清了，我给大家再放大一点。对，就是这一些依赖，你上我的更新，然后呢去装一下，就是用那个 sudo 的那个命令给它去安装，安装好了之后呢，这些依赖默认就配置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去修改它的一些源码，这个是能让你跑得比较顺畅的一个保证啊，就是跑得比较顺利的一个保证。那首先我们还是来到我们这个初始的一个文件夹吧。好，我们进入我们这个 Mobile Agent 我们进入 Mobile Agent 后呢，我们进入 Mobile Agent 3.5 V 3.5。对，我们进去之后呢，我们来到这个我们这个是要进去 Computer Use，就是我们因为这一期也是电脑嘛，对。然后我们把这两个文件都打开，首先我们打开这个 For PC 这个文件，对，然后我们再打开这个 Utils 这个文件，对，这两个文件都打开了，我们要修改它的几处源码。首先是这一个脚本的第245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我们拉一下245行，对，在这个位置的
这中间这其实是有一段东西的啊，这个代码我们直接给它去删掉就好了，只要保存这3行就 OK。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一些部分的东西都是要给删掉的，都不用对。然后还有就是上门头你要记得Ctrl 加 S 把它保存下来，就会生效了。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在那个在这里，就是让它跑的速度更快的话呢，我们这个地方它有一个 time sleep 啊，对，我们要给它降低一点。它本来在这个大概283行的位置啊，它这个下面的这个默认是2秒，就是它每次截完一张图要思考2秒之后，它才会截下一张图去进行思考，这个等待时间太长了啊，所以体验不好。我们可以给它改低一点，改到我这里改成0.1，对，大家可以自行去更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history n 这个参数，它就是你每一次对话的一个相当于保留你上下文的一个轮数，也就是你要根据这张图片做决策，是参考了前4张图。那我们这里呢，我们打到这个 utilities 这个文件，然后呢，我们找一下这个 history， 对，在这里587行这里啊，大家可以看到吗？它这里实际上是默认是写的是4，那我这里可以把它改为1啊，或者是4都行。我这里默认还是给它先弄4吧。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状况，如果你觉得你这个执行的那个效果不好，你可以把这个数值稍微调高一点，反之就给它调低一点啊，就这样的一个逻辑。OK，当我们把这些源码都已经配置修改好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启动它的服务端。启动货端的话，我们依然还是来到这里，然后我们执行这条命令，我们复制一下。好，这个命令的话，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意思啊？对，首先呢，我给它放大看嘛，我们可以看到 Python 去执行这个模块啊，这 M 是模块的意思。然后执行了模块之后，我们再引入我们本地的一个模型，因为我的模型是4B 的，而且我的下载的路径在这个位置啊，这里根据自己的一个具体路径去替换就好了。然后呢，这个服务的模型名字呢，你可以把它保持默认的，就是这个模型本身的名字。对，然后呢，这里要勾选这个trust，就是信任远程的一个代码。然后最大的模型赛条文长度，这个稍微要调大一点啊。因为我们目前是在电脑端，我们电脑端截一张图，它的那个长度会比较大，那手机端会小一些。最下面这个呢，它是GPU 的一个利用的一个百分比吧。这里的话，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就是你的显卡能带得动，然后呢，这个数值可以尽量稍微高一点，就把它的性能全部发挥出来。OK，那我们这个命令复制到我们的那个后端之后，我们就点击回车，它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启动了。服务端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VLM 的标志啊，就代表它已经开始启动了啊。与此同时呢，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显存的一个占用情况。目前来看的话，还是2，已经来到了那个11.4，已经很高了啊。后面等到把这些权重慢慢全都加进去之后呢，应该是会来到15.5和15.6的。对，OK，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来到15.4了，15.5了。它已经把这些权重啊都已经加到这个显存里面去了。OK，那到此为止，我们看到有一个start up complete，就代表这个服务端已经成功启动了。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呢，它的那个后台的一个那个地址是010和8000。OK，那服务端到此呢，我们就已经成功开启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开我们的一个客户端。我们客户端的话呢，我们这边会给大家演示几条命令啊，就是我觉得演示一条应该就够了。那其他的都是类似的，大家可以具体去给它去操作。那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我们首先是需要我们把我们服务端这个代码啊，你看一下，我们这个不是有个 compute use 吗？你把这一个文件夹给它复制到你的 Windows 的一个继续上，这里我已经复制好了。你复制到这来呢，然后我们来进去，然后呢，你要在这里去输入那个 cmd 命令。那有小伙伴会问呢，为什么你不在WS2里面重新再开一个这个窗口呢？它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你在 WS2里面开窗口的话呢，你客户端到时候执行的，它全部截图是那个 Linux 里面的东西，就是它不会截你的 Windows 物理机本地的一个东西。对，所以我们要把它的客户端放在Windows 的这边，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我们进去之后呢，我们来到这个目录啊，我们已经拷贝好了这个文件夹，我们点击 CMD。
这个时候呢，同样要注意的是呢，你依然是需要把它那个环境给它配好，我们创建了它虚拟环境，然后安装了相关的依赖，对吧？你的 Windows 端也要进行同样的一个操作，对吧？我这边呢，虚拟环境已经创好了，我就不重复创了。我们只需要输入什么呢 ？conda.ac activate，然后呢，这个名字叫做 Mobile Agent 环境。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创好了啊。创建好了这个虚拟环境呢，我们就执行我们的客户端那个命令。比如说这一条，这条命令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先复制到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命令首先是用 Python 去执行这个脚本，对。然后呢，它的 API key 的话呢，我们可以随便填一个字符串，因为我们是在本地执行的啊。然后呢，重要的是这个基础的这个URL，这里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服务端的一个地址。对，加 v1 的话是为了呢，就是它有很多接口嘛，你按照这个接口来就 OK 了。对，然后模型的话呢，还是我们本地的下载好的4B 的这个模型，这是指令为它版本的。最后这个参数比较重要，就是那个你的一个指令。我们这个任务是干啥呢？比较简单，它就是说，在桌面上去打开这样的一个文件夹，然后在里面新建一个 TXT 文件，然后在里面去输入一些内容啊，比如说这是一个测试文件，输入完之后呢，再为它保存关闭文件，就把整个任务结束了。对，就是要它执行这样的一个操作。OK，那我们现在开始执行。它首先呢会马上的就是把这个命令行给它放在后台，因为这会影响到了一个截图嘛。对，然后我们看到它会不会打开这 hex test 的文件。注意啊，桌面上它那个 ANNO 这个文件夹，是你在执行任务的途中呢，它会创建出来的。那这个文件夹主要的作用就是用来保存它在执行任务每一步截的一个图。那这个文件夹就是如果你不去清空的话，它默认会就大概有个几百兆吧。如果你任务很大的话，其实也会比较占用空间，所以大家用完的话呢，可以自己给它去清理一下。对，目前呢，它已经把这个文件夹已经打开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在里面创建一个我们所需要的这个 TXT 文档。OK，它已经点击了鼠标的一个右键。这里它把步骤分得很细，就是点击右键是一步，然后呢，在底下选择某个选项是一步，然后在具体又选择它的子选项又是一步。OK，它已经点击了新建，在这边右边有很多的选项，我们要的是 文本文档。OK，它已经新增了一个 TXT 文档，然后呢，它这边的名字还没有命好啊，就是我们要求的名字应该是叫做 Note.txt。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稍等一下，看看它会不会把名字给它改过来。OK，它现在已经把名字命名为 Note.txt，对，我们所需要的名字就是这个。然后它还没有点击保存，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因为在我之前的其实一个实际的一个使用过程中，我会发现呢，这个4B 的模型呢，它是可以完成一些这种简单的任务都能够完成的比较好，就结果上来说还是满意的。但是呢，它途中有时候会犯一些小错误，比如说它的名字重复的给你打，或者是说有些内容重复的输。但是好在呢，它自己有一个纠错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里又多打了一个 note 啊，所以这就是我之前讲的，就是4B 的小模型可能它的智能水平还是有限嘛，就是它有时候喜欢就是重复输入这种文字。OK，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已经全选了，就是它意识到这个名字跟我们要求的不一致，然后它全选之后呢，它可能会来重命名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它能不能重命名把它写对。OK，它目前已经把名字给改过来了，就是我们所要的这个 Note.txt 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走了一些弯路啊，但是最终还是改对了。好，接下来我们看见它会不会打开这个文件，然后往里面写入我们要它写的一个内容。OK，它已经双击打开了这个文件夹。接下来我们就要往里面输入东西了啊。这里的话呢，电脑端实际上是比较容易的，就是它不像手机端，我们还要专门给它去配置。就上一期我们介绍的那个安卓的一个那个输入法，对吧？不必要的，这里电脑端它默认的那个输入法就可以了，它就可以自己会在里面打字啊、输入啊都行的。
OK，它已经写入了我们要再写入的一个内容，这是第一个测试文件。对，标点符号都带上了，就是内容是没有错误的。那接下来我们是需要它保存这个文件。OK，它已经点击了这个文件选项，然后呢，这里是需要点击那个保存的。我们看到会不会点击保存，然后再退出？哦，它点击了保存。OK，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在右边那个小的一个预览窗口已经显示了这个东西已经保存下来了，然后它也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呢。OK，它已经成功退出了啊。目前已经成功退出了。那最后一步的话，它应该就是会把整个窗口给关了。其实已经到这里为止，整个工作流已经我们的需求都已经实现了。对，我们就看着它最后能不能把这个 CMD 窗口给它关掉。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呢，这里的是它执行的一个步骤嘛，就是它目前总共是分解成了，把我们这个任务总共分解成了13步，它把它全部执行完了。对。那到这里为止呢，我们整个电脑端的一个任务演示就完毕了，后面的任务也是类似的，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我就不再演示了。OK，那我总结一下本期的一个内容啊，就是整体执行下来看呢，还是觉得它的这个智能化水平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限，因为是4B 的模型，对。OK，它这已经弹出这样一个弹窗，弹出这样的弹窗的话，就代表了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家可以看到吗？对，而且任务的一个执行的状态也是成功，对，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下面也有写，嗯，那我们到这一步为止，就整个任务是已经圆满的完成。OK，我们把它关掉，对，这已经成功了啊。那我们接着总结一下呢，就是首先呢，任务呢它是可以顺利的完成，但是呢速度会比较慢一点啊，这主要是因为受限于本地的一个算力的一个情况，对。然后呢，4B 的模型呢，它的有一些小的问题，就是在于它对手机端呢，我上一期给大家演示呢，速度会稍微快一些啊，因为它截图那个图片小一些，电脑端会慢一些，是因为那个图片它要处理的那么大一些。对，然后呢，其他的方面的话，其实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主要是就是按照我文档这样的一步一步操作就好了。对，那我是觉得，当你的那个算力如果足够的话呢，你换更大的模型，比如说32B 的或者是8B 的等等之类的，那它肯定执行的那个速度或者是说它的那个精准度会更高的啊，不会说像4B 这样又错了，然后自己再去纠错。但不管怎样，它都能够顺利的一个执行。OK，那到此为止呢，本期的内容呢，电脑端的一个分享呢，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呢，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呢，也请给我的一个创作支持一下，帮我点赞、关注、转发。那如果大家需要这个文档的话呢，我也会发动您的一个邮件，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对，然后本期视频所涉及到的所有的一个这些相关的资源啊，那些我都会放在评论区的一个置顶给大家。OK，那我们本期内容到此结束，下期再见，谢谢大家。